今天7月24号 ，S 账号多伦多方脸贴了一句话，什么呀？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怎么能那么低？毛的秘书李锐也是这么说的。中国三农发布账号文章，习近平冒号义乌的发展真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呐！没绷住，这包子能不能别出来雷人的了？一只自由散漫猫感叹啊。难为包子了，把当时脑子里想到的成语一股脑全用上了，有可能心里想的是，义乌的发展是超乎想象啊，从无到有，创造奇迹。结果一张嘴，跑偏了，不换肩给闹的。哎呀，话说包子雷人事儿真是3天3夜也说不完呢。倒霉不掐树叶干，还专门帮着往外抖了。您怎么说那么对呢？真抖了。最近啊。人民日报、求是杂志、新华社各种官媒接连发文报道义乌发展经验。怎么报道？引用的是习近平2006年调研义乌时候的重要讲话。2年前的说呀，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吐了，这包子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啊？这褒义词、贬义词他分不出来。有一种张嘴就来大词儿顺嘴往外流淌的思想感情。哈喇子，你说咋整？2006年6月8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义乌调研座谈，把义乌的商业崛起过程概括为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又来了，知道了。把浙江的地方官媒给急的呀，是得急。讨论了1个多月才给解释清楚闹归齐呀。总说的话是这意思，啥意思呀？看当年7月11号浙江日报《枝江新语》专栏文章，赶紧说说，让辩证法融入每一个商机莫名其妙冒号看似莫名实有其妙，绕口令走起。哎呀，为了端住笔杆的这饭碗，也真是够拼的，什么混话都敢解释。这次为包子21大造势，又面临怎么解释这大词儿的问题了。又来了，结果一搜坏了。早在2006年3月去义乌调研发表重要讲话之前，包子也说过，我给义乌4个字儿莫名其妙。网友都被包子给气吐了啊！习近平不学无术，他要不一领导人啊，我告诉你，到义乌敢这样说义乌人能把那个脸给他抽肿了，给这么残暴啊？为什么呀？因为您想想，义乌怎么发展过来的啊？发展源于1982年，当时呢，一个偷偷摆地摊的一个农村妇女，跟当时的一个县委书记叫谢高华对话，后来呢，才一点点的放开整个的经济，形成了第一代的小商品市场。这么一个线索清晰的发展过程到习包子成莫名其妙了。总书记表示，没人跟我说呀，我还奇怪呢，义乌怎么做上小商品了？难不成跟我莫名其妙当上总书记，说实话，又莫名其妙连任同款，啥同款啊？全都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火力壮，咱送他一金句得了啊！轻度智障习近平，没人给他准备稿子，一准得胡言乱语，大放厥词。好了，笑一笑十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注意，订阅是免费的，必须的，摁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书接前文，中共国内地灾情不断，陕西西安11级狂风之后，河南开封、河北保定又刮起9级大风，夹杂暴雨。不到20分钟，水深超过1米，电动车被冲走，马路瞬间成河。7月22号，各地是暴雨袭城，大水漫灌都市。往这儿看，我的车，我的宝马，我那个亲家来，这下场就能下成这样，弄走了。我的天，我的个妈呀！咋的了？哎呀！孩子，这是哪呀？这是哪儿啊？哪儿？这么重那么燃，周末到河南那么燃，这么重还得来开封。欢迎来到开封市龙井坑。哎呀，没头了，您说怎么办呢？您说这个，老百姓在暴雨、洪水、废墟、泥泞中苦苦挣扎。底层自救，伪光正党呢不顾民生疾苦，大手笔为别的国家捐款捐物，展现所谓大国担当。大国担当，往这儿看，
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潍坊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潍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越看越来气。不是您说这席包子指挥这十里牌外的共匪黑帮，就坑咱中国人爹不？网友给包子盖棺论定了，表面治水，实际造孽。包子只负责拍照留念，不解决问题，真是玩完了形象工程，一拍屁股走人了啊！这叫作秀一时爽，百姓火葬场。你还拍屁股走人啊？那剩什么删帖封号、禁言抓人，这您没算？让您说着了。切 S 账号罗翔发布水利部门内部投稿后续对，投稿人说，由于上次资料泄露，北京暴怒，开始清洗水电系统了。具体看图，又开始抓人呐。大规模开抓，这次叫清洗。我的妈呀！内部人士私信说，播主，上次资料泄露，北京暴怒了，开始清洗水电系统。哇！董事长和各地1、2把手已经全被控制了啊，风声鹤唳，戒严状态，戒严了都。这是继军队系统清洗之后，对水电系统的清洗又来了。团灭是结果，过程不重要。行。吴长宇今天公布消息了，他是三峡云南高层，血雨腥风。要来呀！他说谁被抓？吴长宇被抓。对，就在今天，中共中纪委网站官宣了一条消息三峡集团云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长宇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三峡集团的副书记，哎呀，真是立竿见影，说抓就抓。哎，这是不是三峡大坝真要崩了？紧急甩锅给这个替罪羊啊！反正第一条罪状是政治意味特别浓，泄露党国黑幕意味特别重。怎么说呢？经查，吴长宇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革命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串供、堵口，对抗组织审查。我说新高地怎么说呢？三峡预警事件惊动了习近平。老规矩，解决不了三峡问题，那就解决发现问题和反映问题的人。解决不了三峡问题是肯定的。自媒体人曾铮给三峡做了一信息补充。什么补充？曾铮说呀，这是一个英文油管观众的留言。英文？显然他一直在观察三峡大坝，知道的比我都多。英文油管观众观察是个西方人啊。对，这位观众对曾铮说呀，谢谢您提供这些信息，曾女士。我多年来一直在跟踪大坝的水位，所以我知道啊，今年5月他们没把水库的水位尽可能降到最低啊，可能因为担心今年呢降雨量不够。不过不幸的是，我在中国境内有2个消息来源，过去2、3个月里都失去联系了。失联是被抓了吧？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观众接着说呀，几周前，我看过一段中共发布的视频当时啊，水位已经达到174米了。那是珠江流域大坝溃坝之前的事儿。大坝底部泄漏问题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呢。他也知道，排沙闸门被垃圾卡住了，现在已经无法完全关闭。去年秋天有3处闸门漏水，其中1处尤其严重。这么夸张？我现在也许就是您的报道中提的那处漏的地方。希望有一天中国的皇帝们能够放弃控制大自然的妄想。感谢您所做的一切，祝您今天愉快。哎呀，您听听吧，这三峡还在漏水，这呢说出实情的被抓了，遭水淹的默默死去了，没了家园这灾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眼下广西灾民已经过上了逃荒的日子，临时居住点不让住，说了家又没了，10几个村子的人都往外跑呢，这是现代社会的地狱之年。没想到在这个年代还能过上这种逃荒的日子，后面10几条村的人都要往外面跑，因为村里所有粮食都没了，你们捐的千万百万，里面的人也收不到，指望那些什么无人机啊，什么高科技送进来那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靠自己爬山涉水，翻山越岭。要出去啊，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不出去饿死自流。那刚开始那几天怎么过的呀？就搞那个米爆过了，就是把那个沙石洗出来，那个米都发霉了，那个整个头都是酸了。那能吃得下去啊？不能吃，也要吃啊，保命要紧啊。哎呦，
看完之后太可怜了，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早在7月12号，广西、广东、湖北、甘肃、四川等各种灾害刚开始那会儿，太多地儿了。中共公安部公布了25起涉及灾情的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案例，27人涉案，27人涉案，其中有4个人已经遭刑事拘留了，听听，剩下23个人被行政处罚。这是截止7月12号的数字。塔尔们，咱还得民调一下了。您觉得这次密集的天灾人祸之后，中国人会彻底觉醒吗？上备选答案：1. 不知道，不乐观；2. 会有很多人觉醒，但不是全部；3. 疼得最厉害的醒得最快；4. 观察中。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睡觉不好，精神差，白天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确实是，睡觉睡得踏实，身体才有活力。是，最近呢，有一位67岁的李女士啊，跟我们分享，她从这个53岁开始呢，就长期失眠，10多年以来，几乎每天得靠这安眠药才能睡觉。也试过不少的一个保健品，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所以呢，有一次看节目，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啊，开始服用这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持续服用了20多天以后呢，他就反馈说，现在已经可以不靠安眠药就可以睡个踏实觉了，让他非常的开心。因此呢，又立刻回购了这个黑膏滋，希望呢继续长期保养身体。咱们这款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呢，它本身是富含人参皂苷，有助于咱们调节生理机能，滋补强身，提升精神呢和体力，特别有助于维持良好的一个睡眠质量。如果呢你也想调理身体，改善一下睡眠质量，不妨试试咱们这个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膏滋。您下单时候别忘了输入优惠码茶馆的全拼，立即享有85折优惠。详细情况和购买链接呢，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不方便网购的，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647-949-6677，还有800-368-8878，告诉客服人员咱们的优惠码是茶馆的全拼，也会有85折优惠。奇葩年年有，今年特出多，又要雷人。最近深圳的牛马们被地铁安检的无预警升级给整郁闷了。啥情况？据说呀，深圳市政府为了4个月之后包子主持那 APEC 峰会给他表忠心，提前升级了深圳地铁的安检措施。挤地铁的牛马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这习主席扑劲儿就是这么大，不是正在霍霍您，就是在霍霍您的路上。升级安检前一天晚上，也就是19号晚上大概9点钟，9点，深圳地铁在公众号和微博上发了个贴，注意，暑期到了，安检模式有调整，怕吓牛马们说，调整。正文说，地铁自本月20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呢，全面实行人包统检，所有乘客随行的行李都必须过机安检，同时接受手持设备人身安检。不是，这地铁人包统检，这客流量那么大，那还不乱套了整个？深圳政府表示，乱不了套，架不住我们有耐心呢。那上班的能受得了吗？你受不了也得受啊！谁让你们不看温馨提示来着？温馨提示特别温馨。暑假开始了啊，外地游客赴深圳，本地家庭出行，需求都在扩大。是啊，加上早晚高峰通勤人流，全线站内客流大增啊！知道。乘客们，您务必提前预留充足时间啊，也别带冲锋枪，也别带刀子剪子布，否则上班迟到概不负责，一切责任在美方。这温馨提示行，直接甩锅了。矢口不提，这安检升级前3钟头才给我们提示，那乘客能收着消息吗？再说了，客流大增到什么程度啊？应该预留多少时间做安检？什么也没说清楚啊！你这，所以新规一实施，直接炸了。是得炸。20号周一早高峰风云际会，天降暴雨啊！深圳各大地铁内外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光排队等候安检就至少多出半个钟头去。晕了，这个简直。安检更热闹了，怎么说？无论大包小包、饭盒、掏耳勺，一色过安检啊！乘客挨个过筛子啊，手动安检，检测仪浑身一通划了呀！如此这般啊，上班迟到海了去了，骂声一片。您说这坑爹党扰民不扰民？短时间内，深圳地铁的微博评论区留言盖过1000条，网民纷纷站在地铁站大排长龙，照片也上了，人龙从安检机一直延伸到地铁站外上100米，100多米。留言一边倒质疑上百人挤那儿就等一个机子过安检，增加的安全风险谁负责呀？对呀，大热天人为制造这种拥堵，
增加踩踏事故的风险。是好几百万人挤压排队，又为犯罪提供条件了，掏包方便了。你党拿人民生命财产开玩笑呢？深圳市委市政府表示啊，这总书记眼瞅就来参加这咱 APEC 会议了，你们以民踩踏财产安全重要，还是总书记被福金剑重要啊？噎着了。有视频显示，深圳碧海湾地铁站人群最拥挤时候啊，有人不忍了，冲过安检口，一名安检人员被撞倒在地。你说这安检人员招谁了？倒霉不倒霉？要说深铁的心呢，也真是够大的。深圳地铁现在社会戾气都重成啥样了？火药桶不点还着呢，您还主动点火，倒霉催的，嫌县中的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让老百姓献忠。深圳地铁一看不好，上升到驱动献忠的高度了，有给境外势力递刀子之嫌。要犯政治错误，赶紧发通告说明。通告，冤枉啊，大人！我们不是鼓励大家献忠，不是，大家也不要赶上下班早高峰，扎堆献忠。越描越黑了。主要是近期接到上级部门下发的通知上级部门要求必须执行人包统检的措施排查管制刀具等违禁品我们只是负责落实，哪有决定权呢？市委市政府的事儿。打个比喻吧茶也不是我们的，水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就是个泡茶的，累个贼死，手还烫的全是泡，悲催了。至于这种劳民伤财的措施什么时候结束对不起您问上级领导去。彻底难得糊涂了，也是有苦难言呢。深圳网友眼睛多雪亮啊，直接替深圳地铁回答了。怎么回答的？安检突然升级是被11月份深圳 APEC 峰会给闹的。11月份现在折腾什么呀？不折腾不行啊！因为200斤习近平要是来深圳扛麦子呀而且是作为东道主主持这次峰会，主题都定好了。啥主题？满满的猪头肉馅包子味儿。叫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地铁排队好几百米挤豆芽咱这繁荣法受不了啊！抱歉，受不了也得受因为总书记早就希望了，要把 APEC 会议之前创造的特殊情况保持下去。什么时候说的？10多年前，是2014年说的那年11月北京也举办了 APEC 会议。对，当时北京雾霾特别严重，所以豹子亲自指挥，硬生生靠关停并转各种企业工厂限行限产停产，造了一特别短暂的 APEC 蓝。想起来了，有蓝天了。豹子非常满意，直接宣布谁说短暂折腾一阵就完事儿了必须把 APEC 蓝长期保持下去往这儿看，也有人说呢，现在北京的蓝天是 APEC 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 ，APEC 蓝呢能够保持下去。我去，还保持下去？把老百姓折腾的死去活来，还保持下去？不然让不让老百姓活了？总书记表示，深圳人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最近，英国亨利环球顾问事务所公布了一个2026年亨利护照指数20周年的报告。全球呢199个国家和地区护照来了一个大排名。怎么排的？新加坡是排名第1名，可免签192个目的地。日本、韩国、阿联酋呢并列亚军，免签数量是188个国家。美国排名是第10名，有点低。华人地区呢，这个香港护照啃世界金融之都这老本名列第14名，免签数量呢是174个，多难得呀！千万留神包子倒车速度啊！台湾呢可以免签的是134个目的地，排名是第34位。134个免签国家。对，中国大陆呢可以免签前往的是83个目的地，是排名第60位。等会儿，83个，听着也可以呀。这先别急着升起东大自豪感您得细看看这83个国家都是谁。要破防，社会主义、独裁主义难兄难弟老少边穷，一带一路大撒币对象占比肯定大。让他给说中了，就光非洲就10好几个国家，83这数字您真得细品一下。免签美帝和免签遍地诈骗园区的缅甸，还有这个玩命闹埃博拉病毒这非洲刚果金，那完全不一样是啊，就像刚刚过去的上海人工智能大会
29个成员国，听着吧挺多，可主办方呢憋3天，憋脸通红，从这里边拔大个才半遮半掩秀出这么一份名单。什么名单？什么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古巴、委内瑞拉、嘎腰子缅甸、嘎腰子柬埔寨等等等等这些国家，正儿八经那什么人工智能大国，美国、日本、欧洲。一个没来，都说了，人这是丐帮大会，总说一打着人工智能幌子大撒币呢，招呼要饭的过来抢钱来。抢钱之前必须先喊一声“一个中国”，对溜不糊涂。您再瞅美国推动那个 AI 机会联合声明啊，今年6月份刚刚发布的，一声招呼，35个国家立马踊跃签署。也是人工智能，都哪35个国家签署了？听听啊，除了美国自个儿，都是什么呀？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澳洲、新加坡、以色列、印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等等等。媒体逐一核对了一下，这跟习包的那个上海的 AI 大会啊，目前仅有哈萨克一个国家发生了重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好尴尬呀！哎，想当年啊，电影《战狼》护照背面那句话，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让多少出不了国那小粉红热血沸腾啊！结果被现实毒打的是满地找牙。什么翻车情况？看来他是没看网上流传那事儿。什么事儿？知道淘宝现在流行什么吗？流行什么呀？流行卖外国护照保护套。也就是说呢，这中共国旅客啊，偷偷购买这个假的什么美国、日本和台湾这护照那个封面为干嘛呀？到国外方便伪装身份。这买卖底层需求是什么呢？不少中国人发现啊，给中国这个护照外边套一美国护照那封面在境外能少被境外的人盘查少被刁难，还能得到特殊关照呢。有意外惊喜。给您举一例子在号称钢铁友谊的俄爹那儿，中国人和大陆旅行团已经成了俄罗斯警察敲诈和贿赂诈骗的一个常见目标了。知道看过。你报警吧，作案人就是警察你报中国大使馆吧他让你报警然后大使馆还温馨提示您请尊重俄罗斯当地法律法规啊。被敲诈了还拿花敲的你，您要是惹了俄爹警察，就属于不尊重俄爹的法律法规。您说中国大使馆用谁的鼻孔出气儿吧？所以啊，中国人吃一堑长一智。那既然国家靠不住，那只能靠自个儿，哪怕造假。悲催了。这个淘宝上面一家卖美国护照外壳的淘宝店铺销量竟然显示将近500万件您说说吧，党天天忽悠东升西降，中国护照越来越强，你架不住护照市场冷酷无情，中国老百姓身体诚实可靠啊。双赢。刚说完中共国护照拉胯，来后续了。这么快？中共对出境管控突然再次升级，枪口直指体制内在编人员，怕跳船。最近体制内的人士透露，中共不仅要求在编人员上缴护照一些单位甚至要求在编员工主动注销护照，而且还要核查过去5年之内您全部出国记录。不是出个国也要倒查5年呢？您给加刑期了。7月21号，微博流传一则贴文的截图。什么？一位网友表示，今年不少在编人员再次被清查是否持有护照。再次，更过分的是，过去有护照的只是被要求交出来，由单位统一保管。现在变了，被要求主动销毁。不真销毁？你们凭什么销毁？组织上表示，就凭名义上自愿。名义上自愿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别给脸不要脸。虽然党名义上不强制，but您不配合会面临什么后果？您自个儿拼。那开除公职还是秋后算账啊？双赢。真的假的？您这？哎呀，真的，已经有不少网友留言证实了。是证实了，而且类似管控还不止针对公务员范围已经扩大到国企合同工。月薪才2000块的劳务派遣人员，通通都得交出阴私护照、港澳通行证。派遣人员都不放过绝对不放过。再加上以前陆续传出的各地教师、医生、国企员工、退休公职的人员被要求上缴护照。反正您这么说吧，这加一块以后中国人要想过那种有本护照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比登天，属于特权特供。完犊子，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重要事情说3遍。错货。
当然了，除了防止肥猪和瘦猪全跑路之外，党还做了2手准备。又啥损招啊？本着苍蝇腿儿再小也是肉的务实态度，务实。近期中纪检部门正在检查国有金融企业管理人员的存款、海外资金、离职审计情况。这要杀猪啊！这是银行、保险、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等，通通涵盖在内。齐活，这回行了。这席包子缺钱是缺眼红了。金融行业要玩大地震呢。所以，在这个很可能是最后的窗口期一些金融行业从业人员都急疯了，全卯足劲想办法提前离职呢，就为躲那把杀猪刀。也为了用普通人员身份要回单位保管的个人护照，想着赶紧润出海外，保财保命。大家一对眼神，风紧扯呼，撒丫子开颠吧您呢？党妹淡定表示不自残是颠不起来喽。自残啊！一位在国内金融业的知情人告诉大纪元记者，为了拿回护照，有人都找熟人医生开肿瘤晚期证明了，有人呢不惜酒驾拘留，不是让公司赶紧把我开除。这还真确实是自残。看中国聊天群的记录，一位群友说某想辞职出国却不被批准的国企高管喝高了，然后赶紧出去开车呀，专门往交警查酒驾的地方来回徘徊行驶，直到被当场抓获。这招行。第二天，公司以酒驾为由顺利解除其劳动合同随后单位把护照吧唧交还本人。几个月之后，有办案人员发现这哥们身上有案子哟。打电话一通好家伙，哥们已经身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了，论了。贴文最后总结：普通人酒驾事业崩盘，有人酒驾却给自己办了一张飞往美帝的单程机票，高，实在是高。我估摸着再这样下去离有人装疯卖傻也不远了。总之吧，恭喜党国这个特大号精神病院里的小号精神病院，又开辟出创收的新赛道。开着换精神病证明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分裂人格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要不就成交吧？他想溜。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这款加拿大基因 X 西洋参黑膏滋，是真真正正的帮助睡眠的好物。题目下方的文字栏还有留言区第1条都有链接，走起您来。1周多款倾情上线，辣文串烧，不见不散。再见。